识别到关门手势，滑移门关闭中。你们是不是也跟我一样，觉得2排才是别克致敬世嘉的最佳打开方式？你比如说上车之后，把这个座椅加热、座椅按摩，以及说这个电视通通打开之后，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体验了。那今天呢，我们是可以动态把这辆车开起来的，所以我个人也是非常关注，就是当你坐在2排的时候，你的这个舒适性的体验到底怎么样？因为最近确实是在频繁的试驾各式各样的 MPV 车型，纯燃油的也有，然后纯电的也有，插混的也有。但确实有那么2辆车，我觉得在2排的乘坐过程当中，我感受到了很多余的这种晃动。所以如果说你在2排长时间的乘坐，然后你要看手机的话，就极容易晕车。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今天在整个乘坐过程当中非常之在意的。那其实今天上午我一路也都是坐在2排体验过来的，我是觉得说它确实是没有那种很多余、很细碎的这种晃动，因为确实别克对于这种 MPV 的底盘调教来得很有经验，而且 MPV 车型跟 SUV 啊、跟轿车都不太一样，因为它车身比较长，你要兼顾到2排和3排的这种舒适性。如果说你把你的这个操控性调得过于的灵活的话，反而对于2排、3排的乘坐来说是有那么一点负担的。所以到底要去兼顾到2排、3排的这种乘坐的舒适性，还是要服务于驾驶者的这种操控感受，也是很多品牌在去研究的这样一个事情。那今天其实我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比如说坐在2排，我们这条路也不是一条非常平坦的马路，也会有那种高低的起伏。它对于路面的这种处理化解的就非常之干脆，而且传递到车内的那种震动其实来得很小的。比如说你看刚才的这个起伏路面，它基本上你在车内能够听到就是很浅的闷闷的这种咚咚的2声，它就化解掉了，没有那种很多余的、很细碎的那种小的震动。然后另外就是，其实别克致敬世嘉，它也是给你配备了这个双腔空悬，然后给你配备了这个可变阻尼的这种悬架。它脑袋顶上那颗激光雷达也是可以提前去预瞄这个路面上的这些起伏，然后去做这种悬架上面的动作。如果说你从车外看这辆车的话，你会发现它这个悬架是一刻不停在工作的，反馈到车内就是来的非常之平稳，这一点是我个人很喜欢的，在悬架上面的一个感受。可能有一些朋友是比较喜欢那种激进一些的、灵活一些的风格，但是对于2排、3排的朋友来说，我觉得长时间的乘坐未必是一件非常舒服的事情，这个大家是需要去平衡和考量一下的。另外呢，就是之前咱们在静态拍摄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过，这是别克第一次用到了双电机4驱的 MPV 车型，所以它除了可以带来更加迅猛的一个动力体验之外呢，你比如说它整个的支撑稳定性也会更强。当我们遇到一些可能高速路段的过弯，或者说是一些湿滑路面的时候，它的优势就会发挥得更加明显，因为它可以智能的去分配它前后轮的这个扭矩的输出，所以这一点应该是可以非常打动北方的朋友们。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2排乘坐的时候感受到车厢没有那么多的晃动，很稳定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换到前排，今天来重点感受一下这辆别克致敬世嘉在智能化方面的一个感受。当然非常重要的就是它这个 Momenta R6 飞轮大模型在实际的测试过程当中，它的这个智能驾驶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啊？我们来试一下。它的开启方式是在方向盘左边的这个按钮按下去就正常开启了。可能正常大家理解的，像很多合资品牌的智能辅助驾驶的开启方式是拨2下这个拨杆，但是因为像别克、像凯迪拉克通用的很多车型，它的这个怀档的拨杆它是有一个保护机制的，你需要向里面拨一下，再往下按，所以双向往下拨2下，对于它来说没有那么的方便，然后它就放在了这个按键这边，我觉得这样也是挺方便的。其实 Momenta 的这套智能驾驶辅助的方案，我们之前试过不少的车型，比如说奔驰纯电 CLA， 然后比如说像奥迪 E5 Sportback， 我们都实测过。那 R6 的这个飞轮大模型呢，它不太一样的是，它属于是强化学习大模型，就跟之前那种模仿学习不一样啊，它会有一些自主进化的意识。你比如说在遇到一些不同的路况啊，需要一些不同的决策的时候，它会一遍又一遍的去进化自己，在下一次遇到同样情况的时候，它能优化的更好。所以它在 Momenta 里面也属于是很高阶的一个驾驶的层面了，这次是用在了致敬世嘉上面。你们看，像刚才这个状态，就是我们时速是在50公里每小时以上，然后前方有车辆突然去并线，但是它没有去做一个重刹，它是提前去做了一个轻微的制动的动作，所以我们车内没有那种
前仰后合的一个姿态。这也是今天上午我坐在2排，一路上我同事在开启这个智能辅助驾驶，我觉得很无感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他现在去提前预判这个动作做的还是挺好的。其实我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发现，智信世嘉的这个 HUD 的显示信息还是挺丰富的。就除了说 NOP 的时速，然后你3D 的这种导航的指示，还有红绿灯的读秒都会显示在上面。但是我刚才发现一个点啊，就是在日常光线下的这个 HUD 是 OK 的，但是它可能是调成了这个自适应的状态。一旦到了这种偏昏暗的一个环境，然后它的这个 HUD 的亮度也会随之变得非常低，然后我就是一个几乎看不见的一个状态。不知道这个后期会不会去进行一个调整啊，就把它这个自适应会再拉回来一些。你看啊，像这种就是在市区很常见的无保护的右转路段，然后转过来之后，紧接着就是一个行人穿行的斑马线，然后他会习惯性的停下来礼让一下行人，然后但发现说有行人不走之后，我们就立刻也没有犹豫，在那僵持着就直接走了，属于是一个效率比较高的，也是很累人的一个处理的方式，表现不错的。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大概是开了40分钟左右这样的一个城区路段的一个 NOP 的体验。它其实对于很多路况的处理啊、决策，我觉得来都还挺及时，效率还挺高的。但是唯独有一点，就是它每次在去变道的时候，方向盘上都会有一种左右摇晃的这种小动作。我不知道它中间会有一个怎样的一个思考过程啊，就等到可能最终量产版的时候也会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但大家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因为我们今天在试驾的过程当中是遇到了几次这样的一个情况。像这种就属于是极度复杂的城区路况的一个博弈，路边有停放的这种车辆，然后后面有不断穿行的，甚至还有掉头的这种车辆，就需要你在非常短的这种时间里面做出一些决策。我觉得它整个这种穿行的还是挺游刃有余的，就难度非常高的这种路段，对于它来说好像处理的也挺好的。其实我们今天开完这辆致敬世嘉啊，你会发现说它起这个名字真的还不是说头脑发热或者是空穴来风的，它是有一定道理的。你比如说咱们把市面上的这些车型做一些很具体的分门别类的话，比如说像跑车赛道类的，我觉得世嘉一定是保时捷。那比如说像 SUV 这个门类，我觉得世嘉一定是路虎。那再来到 MPV 这个赛道，这个世嘉一定是属于别克的，毋庸置疑，因为它做 MPV 20多年了，太有经验了。就原先可能咱们提到别克的 MPV 车型，多多少少是带有一些商用的色彩，觉得它好像跟我们家用有那么一些的脱离。但你看到后面的世纪，再看到今天的世嘉，你会发现除了说这些很尊贵的、很舒适性的体验之外，它还有 AI 大模型，是吧？它还有这个Momenta的智驾方案，整个智能化也来到了一个很主流的水平。当然我知道大家之前会开玩笑说，哎呀 GL8 这个800里送公章的这个梗，那现在插混的 GL8 综合续航已经超过了1000公里，你狠一狠2趟公章都可以送了，所以是不是有点颠覆大家想象当中的 MPV 车型？那么此刻看到这条视频的你们，致敬世嘉的价格应该已经正式发布了啊，12月5号正式发布。我估计啊，它价格应该是在40多万左右。那么我们放眼望去啊，就是40多万这个 MPV 市场里面，其实2辆车是卖的非常不错的。一辆是这2年势头很猛的理想的 Mega Home 版，另外一个就是蓝图梦想家乾坤智驾的这个版本。当然这2辆车的优势也非常的明显啊，比如说梦想家它有这个鸿蒙座舱，以及说华为的这个乾坤智驾的加持，可以让很多可能面对于新能源车型的智能驾驶辅助有那么一些担心的朋友们会很喜欢那辆车。另外呢，就是 Mega Home 版这辆车，它除了有非常浓郁的这个家庭氛围的营造，以及说非常优异的静谧性之外呢，自从 Home 版有了这个对座之后，你会发现它的销量也是蹭的往上涨。但是我觉得回看一下，就是这辆别克致敬世嘉，它其实非常明显的优势在于说它有很高的一个品牌认知度。我们今天在外拍的时候，就会有已经坐着别克 GL8 艾维亚的朋友们过来在看这辆致敬世嘉，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另外就是其实这辆车有着这个级别或者说是这个市面上不曾见到过的这个5横健康座舱，这个其实整个的一个技术壁垒还是挺高的。还有就是它有一个很好的乘坐舒适感以及整个底盘的反馈。另外就是插混的车型嘛，它也是可以兼顾到日常的出行以及长途的出行，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综合分析一下当前你自己的真实用车场景，看看到底什么样品牌什么样的车型更加的适合你。